从前有一个女孩，她过着和别人一样平静的日常生活，但在这平静的表象下，命运的恶作剧却在悄无声息地到来。接下来要讲述的便是这位女孩的故事。好呀，今天的便当还挺丰盛的，大家一起吃吧。怎么会？这些都是爸爸让人准备好的，但每次量都有点多，吃不完挺浪费的。大家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就多吃一点吧。没问题，随时欢迎大家来玩。女孩仿佛是春天森林里那只最快活的鸟儿，小动物们纷纷夸赞她那优美的歌喉，对她投以羡慕的眼光。女孩的父亲是当时一家大型企业的社长，平时工作很忙，经常出差，很少能和女孩见面。但即使是这样，女孩却并不孤单，因为好久不见，红木剑圣，今天我是特来向你发起挑战的。我爸爸说过，内心的强大才是最好的武器，不管输几次，我都不会放弃的。北辰一刀流，雷电牙医，猜胜！这次是我的胜利呢。啊，不好，都这个点了，得赶快回家。爸爸说今天会回来和我一起吃晚饭呢。红木剑圣，后会有期啦。女孩幸福快乐地过着每一天，然而这样的日子在那件事之后就全都变了。那个，大家要不要一起吃午饭？今天的便当是我自己做的哟。不是的，爸爸他不是罪犯，不可能是的。自己做的饭好难吃，爸爸。到这时，女孩才意识到，自己从来不是什么快活的鸟儿，只是别人眼中嘴里衔着块肉的乌鸦罢了。而周围夸赞自己的，也不是什么小动物，只是一只只流着口水的狐狸。当他们发现乌鸦嘴里的肉不见了，自然就扬长而去，谁也不再和那乌鸦多说一句。红木剑圣怎么最近都不来了？难道说红木剑圣也讨厌我了？那是什么？啊，这是……难道说……女孩这才知道，自己的内心
其实远不够强大。周围的恶意如潮水般向女孩涌来，这是她第一次面对如此之多的恶意。之前一直生活在温室中的她，一时间手足无措，除了默默忍耐，女孩别无他法。社会的眼光，家庭的困境，学校的霸凌，种种恶意将女孩淹没，使她窒息。而在这无边的黑暗中，照进了一束光，它冲破黑暗，毫无保留地照到了女孩的身上，似乎在告诉她，你并不孤单。是的，女孩就是在那时遇到了他。牙医，快看，那是什么？啊，我的午餐！天哪！没事吧 ，Kiana？ 好吃，好好吃！这是牙医你自己做的吗？是我做的。好吃哎！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饭团。真的吗？当然啦，比我自己做的好多了。这不全焦了吗？我之前就看牙医你的便当挺香的，所以能不能……好了好了，我以后也为你做一份就是了。好耶！撒娇作战成功！我想吃鲑鱼味的饭团。好，没问题。还想吃柚子烧。行。还想吃烤大鸡腿。还有。细细想来，女孩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喜欢上了料理，因为她发现料理的意义不仅是用来填饱饥饿而已。明明今天早上看过天气预报的，怎么突然就下了这么大的雨？没办法，只能顶着书包跑回去了。哇，好大的雨啊 ！Kiana， 啊，牙医，你怎么还没回去？难道说牙医你忘记带伞了吗？是呀。那给你。Kiana， 等等。怎么啦？你那样会感冒的。卡斯兰娜家族的战士才不会感冒呢。比起这个，我可不能让牙医被雨淋湿。问题不在这里了，我们可以打一把伞回去啊。那把伞太小啦。Kiana， 真是的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女孩惊讶地发现，原来在对方眼里，女孩的事情比她自己更重要。这样的人，除了父亲之外，女孩还是第一次遇到。喂，你们不要乱说牙医的坏话。有关系，牙医是我的朋友，当然和我有关系。你说什么 ？Kiana， 算了，我不在意的，别和他们计较。算不了，我要打到他们给牙医你道歉。别走，给我回来！哼，别让我以后碰到你们。Kiana， 不在意吗？在意什么？就是那起关于 M1社的案件。说什么呢？牙医就是牙医，和案不案件有什么关系 ？Kiana， 毕竟在这之前，我一直都是一个人。但就是因为遇到了牙医，我才不会感到孤单了。这应该是我的台词才对。那以后就由我来保护牙医吧。谢谢你 ，Kiana， 有你在，我总是感到很安心呢。
女孩心中经常这么想，能有他在身边是自己的幸运。女孩也是在遇见他之后才知道，真正的朋友意味着什么。女孩再次找到了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人。她原本以为这样的生活能一直持续下去，但或许这就是命运的恶作剧吧。Kiana 忽然从我眼前消失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似乎成为了一个观众，一个只能在台下远远看着 Kiana 的观众。我看着她陷入绝望，看着她奔赴险境，看着她在我眼前被抢走。我能清楚地感受到 Kiana 正在离我越来越远。我能知道她正为了保护大家而不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。我能知道再这样下去的话，Kiana 将会永远从我世界中消失。难道我又将和从前一样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重要之人离我而去？不，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会哭泣的大小姐了。Kiana，我不会允许你从我眼前消失的。